大家好，我是拉拉的欧玛，咱们接着讲故事哈。今天的这个故事啊，从一张这个老照片开始。这张照片摄于90年前，大约啊。照片上的人呢，这都是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。最上面这个就是我妈。我妈呢，她是在晚年的时候得到这张照片的，送照片的人是她的一个高中同学的一个儿子。那个同学呢，可以说是我妈的恩人经常接济我妈。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吧，特别意外。你想想啊，这可是90多年前啊。你就想想，如今中国还有多少这个家庭贫困的女孩子，上不起学的，提前辍学的。可是呢，90多年前啊，我妈她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呀。她当年能上得起学，还有那么新式的这种运动服穿，还受过这种体操训练，我万万没想到。真是刷新了我对这个万恶的旧社会的认知。我妈呢，生在这个四川的自贡，过去叫自流井，是一个特别闭塞的一个小地方啊。她呢家境贫寒，我姥爷呢是个小职员，是给人家做这个账房的，管账的账房先生，工作呢就是时有时无。我那个姥姥和大姨呢，就在家里边给人家做些针线活啊，给人家洗衣裳啊，挣点钱。我妈他们家呢，姐弟5个，她是排行老2啊。然后她和她妹妹，本来也是应该在家里干点活啊什么，没有上学的可能。但是呢，他们2个人都上了学了。你说这全都是因为当地的这个教会学校啊。我妈她上的那个学校呢，叫培德女子学校，就是现在的自贡一中，是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办的。他们学校呢有小学部、中学部，学校建在自贡的一个半山上，离我妈他们家呢不远。校门吧是那种西式的门柱楼，学校那校舍非常精致的一个洋楼。教室里头吧，据他说还是铺的那个地板，红木地板，有那个巨型的那个玻璃窗，采光非常好。你想想，那是什么100年前的这学校呀？那有那样的，还有每间教室里面还有壁炉。反正我看到这个学校那个老照片，我是非常震撼的。而且呢，学校那个学杂费吧特别低，基本上就是算是免费的。只有这个生活费呢，必须学生自理，就是吃饭的钱啊。而且小学5年级以后，学生都是要求住校的。即使这样呢，他每个月的伙食费呢，这个虽然不多3块大洋，可是这几块钱对我妈他们家来说呢，也不是那么容易能拿出来的。这个我妈妈呢，当时她就说，经常在这个该交学费、该交这个伙食费的时候吧，她就特别的，心里特别的纠结，就在那个学校坐着，盼着家里人来给交钱。可难受可着急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学校有个好处，就是你如果家庭贫困的学生呢，可以跟学校借费，就是说相当于现在的贷款了学校先把这个钱呢给你垫上，然后将来你工作以后呢，你挣钱了吧，你再跟学校，你再还给学校。我妈呢，他们就属于这种借费生。我妈呢小时候呢身体比较弱因为可能营养不良吧。然后呢，他们学校对于这些体弱的学生还有这个营养补贴。你看
每天呢提供一次这个牛奶冲鸡蛋。我妈说她这个待遇，她享受了好长时间呢。这个学校里呢教的课呢，全都是新式的文化课啊，包括这个英语在内。他们有外教啊，他老师是外国人呐，都是这个native speaker，所以他们跟这个传统的这些私塾是不一样的。过去中国只有私塾，是吧？只是教这个四书五经、文言文儿。没有新式的学校，所有的新式学校有一个算一个，全都是西方的传教士带到中国的，在中国开办的，包括医院啊，都是这样。这个学校他们都是教白话文了，不教文言文啊，还教算术、几何、自然、物理、音乐、体育，全套的西式教育，多不容易。当然了，教会学校呢，他得教圣经啊，免不了的。他们要祈祷，还要唱圣诗，啊，我妈妈她都经历过。她在晚年的时候呢，她清楚还记得当年唱的那些诗歌呢，什么谢饭歌呀，她还给我唱过。学校的老师呢，除了2名加拿大的传教士，她们都是女性以外呢，还其他老师是华人。这2个传教士呢，我妈对他们的评价非常高，她说他们很有爱心，富于献身精神。这2个传教士呢，他们都是单身的女性，身世不详，但是肯定呢，他们都是非常爱上帝的这个基督徒，对吧？受到这种博爱的感召啊，从相对发达的国家啊，来到一个遥远的、陌生的又落后的一个国度，语言也不通啊，来为这个外国的孩子办教育。如果你说他没有那个博爱的精神，没有那个基督的爱，他们万万做不到呀。我妈她小时候呢挺聪明的，书读得特别好，又挺懂事儿的，在这个亲戚朋友当中都口碑都特别好。他们学校这个女中的这个校长呢叫汉正礼，中文名儿。他就曾经跟我妈保证啊，说将来给他要保送他到成都去上高中。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啊，日本人就侵占了华北，内地的学生呢，这时候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抗日。我妈也是个活跃分子，经常上街演讲去。汉教士他就不赞成学生参与外边的活动，认为啊，小女孩吧，本分就是读书。但是我妈就不理会啊，继续我行我素。结果最后学校就不保送她去上高中了。这个事儿呢，就对我妈打击就特别大，因为不保送的话呢，你就得自费去考。我妈他们家呢就拿不出这笔钱来，所以那个初中毕业以后，我妈就到处打听啊。后来听说成都的女子师范学院啊是免费的，不收学费，就借了一些钱，然后自己就一个人就跑到成都去了。你看胆子多大呀！10几岁的孩子，由于呢他受过正规的这个教育，中学教育，对吧？初中，他就到了那儿呢，哎，没费什么劲儿就考上成都女师了，那也是一名校呀。当时，那张照片啊，就是在成都女师照的。我妈在那儿完成了高中教育，后来呢，当了一名小学老师，真的是用自己挣来的工资呢，就还给原来学校给她的借的那个生活费。1941年呢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，这2个传教士吧，他们就处境非常艰难了，他们就也想回国，可是呢，当时就为时已晚了，交通都已经中断了，他们就有家不能回了。后来这个汉教士呢，
还生了重病，处境特别凄凉。直到这个2年后1943年，汉教士才得以返回加拿大而且他终身未婚。这些往事呢，都是我听我妈讲的。对于这些当年的传教士吧，我妈妈呢，她早已经就不计前嫌了，非常的钦佩。而且讲到他们这些无私的这些奉献的时候呢，我妈妈就声泪俱下了，感动不已呀。人呢可以有不同的信仰，但是呢不能不知道感恩。我们家境贫寒的这个妈妈和我3姨，还有我3个姨姥姥，都是教会中学毕业的毕业生，怎么不令人这个万分的感恩呢？基督的爱不分种族，上帝的这个恩典也临到我们中国人。2015年呢，我跟我姐姐就第一次回四川老家自贡，做了一次这个寻根之旅，也是多年的夙愿吧。以前呢，听我妈说呢，他们学校在一个高坡上面，但是具体的位置我们也不清楚，而且呢，年代也久远了，当年的学校早都改名了，是吧？我们在当地也没有任何的亲属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这个打听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幸亏有这个互联网了可以在上面查信息就多方打探吧。终于呢找到我妈这个培德女中了，我们2个人就去了，而且呢走那个路吧，确实是上坡路，是在一个高坡上。但是呢，周围的景观呢跟这个100年前肯定是大不一样了。现在呢，它叫自贡一中，也是当地的一个名校。他们那个学校的校园呢也很大，我们就在他们那个教学楼外边有走廊，那个墙上呢就看见了一些当年的这些发黄的老照片，他们做的那些展板，虽然已经脏兮兮的灰尘都布满了，但是终究是了胜于无吧。反正是非常感慨。不管怎么说呢，他们还纪念着这个事儿。政府呢是刻意的淡化这个基督教传教士的这些历史、这些功绩。在这样的这个大环境下呢，这个学校还能把这些照片都贴出来，再贴在校园里，也算是良心之举吧。我们这个老姐俩呢，也了却了一桩夙愿可以告慰我妈妈的在天之灵了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回见。